24. 近日，有不少网友发现，在亚马逊的会员影片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诡异的画面。这档节目是由英国的知名主持人詹姆斯梅参与拍摄的一档旅行纪录片。在这一期节目中，作为主持人的詹姆斯梅正在为大家介绍意大利的这处湖泊。据说，这里曾经是2战中用来掩埋阵亡士兵遗体的地方。而就当影片被切换后，一个想象不到的画面却出现在了观众的眼前。Take a look. What is that? 一个灰色透明状的物体出现在了森林前的这块空地上， Perhaps the universe. 很多观众形容它就像是一个身穿白袍的老妇人刚刚经过了这里那样。随后，这起奇怪的影片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观众们的热议。不久之后，节目组跟詹姆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当时他们在拍摄时，这里并没有其他人。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理性地回复道，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相机出现的故障。虽然如此，但是还是有很多观众表示质疑，因为他们在同一档节目中还发现了另一处诡异的地方。For the best part of 10 weeks, and this reminds me of home because these woods are very much like the ones near where I live in South Wiltshire. It's got the same gradient, it's got the same sort of trees. 在这段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背景里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透明般的人影正行走在这里那样，而在片刻之后，它也渐渐地消失在了这里。It's got the same gradient, it's got the same sort of trees actually. I often get 那么，这会是另一个相机出现的故障吗？ trees actually. I often get 不仅如此，一些观众甚至在他们这篇推文的下方贴出了更多出现这类情况的影片。I had to stand in front of the artists and say whose picture I liked best, which was a little bit awkward. Brilliant stuff. And it probably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this actually is a mass grave. 23. 在往期的影片中，我们曾向大家展示过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几名网友驾驶着他们的特斯拉，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内拍摄到了一些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但它却清楚地显示在了汽车的屏幕上。这也被不少观众戏称为“幽灵特斯拉”。当这位名叫海瑟的网友将这段影片分享在了自己的推特上之后，便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有人猜测可能是他们的汽车出现的故障，也有人相信某些电子产品是可以侦测到我们人眼看不到的东西，这就像是很多相片中出现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那样，但他们在拍摄时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另外，还有一些居住在附近的观众也纷纷到此尝试。近日，我们就在《太阳报》发现了这样一篇类似的报道，几位来自塔卡霍的网友在驾车前往蒙特罗斯的途中，他们刚好需要经过里士满。这时，有人就提议到这处公墓里尝试一下。此时，他们驾驶的就是一台特斯拉。当他们来到这里后，果然出现了跟海瑟同样的情况。他们的汽车发出了警示，提醒驾驶者注意避让出现在他们附近的行人。但可以看到的是，虽然这台汽车发出了警示，但我们从画面中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出现在他们汽车附近。虽然他们在车内并看不到外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出现，但这一情况还是把几人吓坏了。他们喊叫着驾车仓皇地离开了这里。 Tesla sees dead people. 22. 基尔戈上空的神秘幽浮。2022年8月16日，德克萨斯州基尔戈地区的一对夫妇在驾车去往商超的途中，他们发现上空似乎有个巨大的三角形物体被这里的云层遮挡住了，但使用肉眼依稀还是可以看得到。于是他们停下车，拍下了这几张照片。虽然在他们拍摄的这些照片中看上去并不明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里的太阳似乎被一个奇怪的物体遮挡住了，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从云层中透了出来。如果将这些照片的颜色稍加调整后，你会发现这里的云层中似乎真的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物体。
21. 现在一座加油站担任夜间工作的 Reddit 用户 Frankie 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某天凌晨，当他决定走出办公室放松一下时，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透明般的人影正从一台加油机附近出现，并快速地消失在了那里。起初，分享者只是以为可能是自己眼花了，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毕竟谁也不想在凌晨时分将自己看到的这一画面跟一些可怕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但在几天后，几乎是同一时间，这样的现象又再一次的出现了。在他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给他的同事们听后，似乎他们却并不相信。于是，分享者决定尝试着将它拍摄下来。2022年5月7日凌晨，分享者叫来了他的另一位同事，两人认真地望向加油机的方向，并用手机试图记录下可能即将发生的这奇怪的一幕。影片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电脑上显示的时间是3点45分，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此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半透明状的身影从画面右侧这台加油机附近出现，然后在他向前走了几步后，便渐渐地消失在了这里。因为按照分享者所说的，这个家伙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这台加油机的附近，所以这也使得一些观众认为或许这里真的有鬼魂的存在。但是还是有不少观众质疑 Frankie 所讲的这个故事，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反射造成的假象，也就是当有人从拍摄者身后走过时，便会在玻璃上出现这样的景象。但似乎这种猜测却无法解释这个人影在渐渐消失时的这一画面。那么，这会是一个真正的鬼魂吗？还是玻璃反射造成的假象？在下一段影片开始之前，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20.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一位名叫 April 的菲律宾网友分享的。据 April 介绍，这是他在参加一场公司举行的网络培训时的画面。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 April 正在与3位同事进行对话，但就在此时，他们却从这位名叫 AJ 的同事的画面中发现了些不寻常的东西。Na-i-take nila. So guys, it's already 12 p.m. You may join Vince sa Google Meet na link sa calendar invite and nawa sa tutuin na. Hoy, age na-i-take nila. So guys, it's already 12 p.m. You may join Vince sa Google Meet na link sa calendar invite and nawa sa tutuin na. 在大家发现了出现在 AJ 身后的这个奇怪的家伙后，他一脸疑惑地向他们展示了这里只有他一个人。Ako'y nakita sa likod nimo. Ayan na lang. Dito sa pikas. Masa? Na ako'y nakita. Man. Wait lang. Dira. Buisit, nitindog yun akong balahibo. Dira. 如果此时我们将这段影片调慢后播放，你会看到就像是一个类似烟雾状的人影正从 AJ 的身后经过。19. 在很多国家跟地区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自己家里饲养的宠物总是能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接下来在这篇来自圣胡安新闻网的报道中，似乎就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起离奇的事件。
日，这处房屋的主人在早上8点钟左右离开了这里。他在离开时将自己的狗狗关在了院子里，但当他中午回到家后，却发现自己的狗狗似乎有些异常。它会一直紧跟在自己的身边，而且还发出了一种只有它在受伤又或是害怕时才会发出的叫声。于是这家的主人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它的身体后，却并没有发现它有受伤的情况。但在过了很久以后，这家主人发现自己的狗狗还是会发出这样的叫声，于是感到疑惑的这家主人只能将早上他在离开时把狗狗关在院子里的监视器影片调出查看。而这也是随后我们看到的这段画面。在影片开始时，我们可以看到它似乎就像是发现了些什么那样。狗狗先来到了这处门口位置，盯着室内，随后它又趴在窗口向内张望。当它再次来到门口位置时，它开始了对着这里面狂叫，而且狗狗还尝试着将这扇门打开。但就在此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白色的透明般的物体从房间内走了出来，而且它看起来就像是直接穿过了这扇门那样，非常的不可思议。或许这才是令狗狗真正感到不安的原因吧。18. 2022年3月12日，有这样一段来自巴西的影片，在网络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影片是由2名当地的渔民所拍摄的。当晚，这2人正驾驶着一艘小型的摩托艇赶往自己工作的渔船上。可就在他们刚驶离码头大约10几分钟后，这2人发现他们的后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正在追赶着他们乘坐的这条小艇。而这个家伙看上去，他的全身呈深黑色，并且还长有一双会发光的眼睛。于是他们立即用手机将它拍摄了下来。但就在他们将这段影片抛出后不久，便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热议。观众们纷纷猜测，这个就连当地渔民都不认识的生物到底会是什么。但同时，他们的这段影片也引起了巴西科学发展委员会的注意。一位名叫佩德罗的工作人员认为，这2名当地的渔民发现的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一只海豹，又或是海狮之类的动物，因为这种动物非常好奇跟顽皮，并且它们也会经常追赶过往的船只，而且它们的眼睛也会在黑暗的环境中对光源产生反射的作用，看起来就像是在发光那样。或许佩德罗的这一解释可以完美的解答影片中所发生的这一切，但令不少观众质疑的是，这个大部分领土都处于热带气候的国家，真的会有这种生物吗17.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来自 Life 6的频道，据分享者讲述，这段影片是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某电视台的一档灵异类探险节目中的片段，而且我们从它的发布时间可以看到，这是一段来自10几年前的影片。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到底拍摄到了什么。Jesus Christ! What? Oh my God! What, Emily? Help! What's wrong? You just said Did you not see that? no. You just moved. 影片中似乎只有这位名叫艾米丽的女士发现了走廊尽头这个房间内的人影，而这里的其他人，甚至是拍摄者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在走廊里的几人对艾米丽的这一举动感到有些惊讶，似乎他们当时也不相信艾米丽所说的这一切。但是艾米丽还是非常肯定地告诉他们，她看到了一个身穿蓝色长裙的女孩正向他们走来。而这一切真正得到验证，还是在他们结束这次拍摄后检查影片时才发现的。Fuck! 16.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一位名叫艾伦·哈罗德的佛罗里达州网友分享的。据分享者讲述，他跟大多数刚搬进新家的人们一样，都感到了些许的不适。不仅他在晚上开始出现了失眠的情况，有时他还会被噩梦惊醒，而且似乎艾伦经常还能听到家里的1楼有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虽然他的家中都有安装运动传感报警装置，但这些设备也都没有发出过警报。
于是，还是感到有些放心不下的艾伦，又请人在家里加装了监视器。但就在这些设备被安装好不久后，一段令艾伦感到恐慌的影片被其中的一台设备记录了下来。据艾伦讲述，当晚他邀请了几位朋友来到家里看球赛。在他的朋友离开之后，艾伦准备收拾一下，便去休息。但就在这时，客厅里的监视器却拍摄到了一个奇怪的黑影，正从楼梯处去往他的2楼，而且这家伙看上去更像是透明般的存在那样。当这段影片在发现后不久，他又再次搬回到了他的父母家居住。或许只有艾伦才能真正了解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15. 登州便利店灵异事件。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一件发生在10几年前马来西亚一家便利商店外的离奇的事情，而此次的事件在当地也一度引起了不少人的热议。据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段影片是当时的一名女员工的男友用手机录制的一段监视器的录像片段，而他原始的监视器录像据说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了。而此次的事件也被定义为是监视器出现的故障，但当时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却目睹了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根据我们找到的资料显示，此次事件的准确发生地点应该是在登州北加地区警局对面的这家便利店，时间是2011年10月20日凌晨3点左右。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身穿长裙的女士一直在这家 7-E 的门前徘徊。由于当时正是凌晨时分，店内并没有顾客，所以这也引起了店内的员工对他的注意。当他在这里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一名感到奇怪的员工就想出门询问一下，看看他是否需要帮助。但当这名员工走到门口处时，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名员工还站在店门口张望了许久，才走进了店内。但在不久之后，这名女士又再次的出现在了这家便利店的门前，直到接下来这一幕的发生后，她才将这个事件的恐怖程度推到了顶点。随后这名女士便再也没有在这段影片中出现过。从这名女士再次出现前的这段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拍摄者在记录这名女士消失时的这段片段前，他还特意的将镜头对准了画面中的时间戳，上面显示的调取这段录像时的时间是20日的早上8点左右。因此，这也让不少观众认为这里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不然这些员工也不会无聊到去调取1天前的这段监控录像查看。所以这也使得很多人相信，那位女士的突然消失绝非是监视器故障那么简单。在此次事件发生的几天后，有人就将这段用手机拍摄的影片分享在了网络上。而在不久之后，自称知道当时情况的一位来自北加地区的观众留言讲述，当晚这里的员工的确看到了这名女士消失时的过程。随后他们调取了监视器录影来证明自己并没有看错。不仅如此，其中的一名女员工还将这段影片展示给了她的男友看，当时她的男友用手机将她拍摄了下来。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段影片。虽然我们不确定这名观众所说的是否真实，但似乎他的这一说法也并没有得到其他观众的质疑。以上便是我们找到的关于他的全部讯息，欢迎更多了解这次事件的观众留言补充，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距离他的真相更近些。14. 2020年4月24日 Imatan Noticias 新闻频道向大家展示了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影片。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教皇弗朗西斯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窗前为信众们祈福。虽然当时正处于疫情在西方一些国家爆发的高峰期，
而且广场上也并没有任何信众，但教皇还是那样做了。可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切，却让演播室内的几名主持人惊呼不已。就在教皇转身离开后不久，摄影机拍摄到了这样一段奇怪的画面。此时，教皇就像是突然消失了那般，而且就在这时，这段直播中的画面突然被切换到了另一个场景，就像是导播室里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发现了这一点那样。据称，这段影片是2020年4月13日由美国一家电视台在梵蒂冈现场直播时出现的画面，但在不久之前，2020年3月3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在教皇参加另一场活动时，就曾拍摄到他多次出现咳嗽时的画面。当时也有人猜测教皇是否也被病毒感染了，但在随后的梵蒂冈新闻里，他们否认了这点，称教皇只是患有一些轻微的感冒。所以这使得不少观众认为，当时教皇可能因为身体原因并不能出席这次的活动，但如果他不出席的话，这会让那些因疫情而恐慌的信众会越发的感到紧张，所以教廷才采用了全息影像技术，让教皇出现在了这次的电视直播中。而当时拍摄到这一幕的影片，在网络上也不止这一段，还有另外一段这样的影片，似乎也拍摄到了这相同的一幕。Da Casa Santa Marta, no Vaticano, na qual em suas intenções pediu que políticos e cientistas encontrem soluções em favor das pessoas e não do dinheiro. De fato, o Papa rezou a missa esta manhã a fim de que os governantes e os cientistas encontrem um caminho certo diante da crise causada pela Covid-19, soluções que sejam em favor das pessoas. Santo Padre acabou de assomar a janela e conceder a sua bênção das pessoas. Santo Padre acabou de assomar a janela e conceder。那么，当时他们是否真的使用了全息技术，让一个并不存在的教皇出现在了电视直播中？但上面的这些影片似乎都存在着同样一个问题，这些分享者都没有给出影片是来自哪两家电视台。于是我们通过对这些影片进行比对后，最终找到了来自梵蒂冈新闻频道在2020年4月13日的这段影片。或许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Que sejam em favor das pessoas. Santo Padre acabou de assomar a janela e conceder a sua bênção。从梵蒂冈官方录制的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教皇在离开时并没出现这一情况。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网络上流传的这几段影片可能并不真实。13. 2015年11月27日，厄瓜多尔的电讯报发布了这样一篇难以置信的报道：位于基多市北部的一所刑事学大厦内，出现了这样一件莫名其妙的奇怪事情。当时，这里的地下停车场内的监视器拍摄到了一辆汽车在无人操纵的情况下，正缓缓地向前驶去，看上去非常的不可思议。对此，也有不少人质疑这段影片的真实性。但我们通过搜索后却发现，这段影片的原始出处来自厄瓜多尔的警察部门的官方频道。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监视器当时拍摄到的这段影片。从这段影片的开始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名警官锁好车子离开这里的几分钟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辆汽车突然发出了类似启动时的响声，而且这个声响一直持续了很久。随后车子开始慢慢的移动，并发出了吱吱的声响。有不少观众认为那是手劲被拉起时汽车移动发出的声音。随后这辆汽车
一直移动到撞在了这处墙壁位置后才停了下来，最后汽车的启动声也停止了。大约在30多分钟过后，当这名警官再次来到这里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子已经来到了墙壁前。于是他困惑地对这台车子进行了检查，但似乎他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他找来了这处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当这名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后，先是检查了他的汽车有没有拉紧手劲，紧接着他尝试将车子向后推，但这却非常的困难。于是感到困惑的两人只能来到监控室内调取了这个时间段的录像，试图从这里面找到答案，但似乎这只能让他们越发的感到疑惑。2022年7月20日，一位名叫 Jim Bob 的美国天文爱好者在观看国际空间站的直播中，似乎发现了些异常，于是他立即用手机将这段画面拍摄了下来。从鲍勃拍摄到的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空间站正在飞过马尔代夫的加福达鲁环礁上空，但就在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拍摄者将画面放大时，一个蓝色的长条状物体出现在了画面中，而这个家伙看上去就像是一条线性的缝隙那般，非常的不可思议。有观众形容这一幕就像是一块黑色的幕布被划开了一条口子，露出了它背后真正的色彩那般。但似乎鲍勃发现的问题并不只有这一个。随后他又将镜头对准了画面的另一侧。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出现了一大一小两个白色的奇怪物体，而在它们的后方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并不明显的东西，偶尔还能看到它发出忽明忽暗的光亮。于是感到疑惑的鲍勃将他的这些发现分享在了自己的频道，希望有人能帮他解答。看过这段影片的一些观众纷纷猜测，但他们似乎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11. 我们在不久前的这期影片里向大家展示了出现在加利福尼亚某处住家外的这个奇怪的小家伙。对此，不少观众纷纷猜测，有观众认为那是只臭鼬，又或是浣熊之类的小动物。也有人说，鉴于画面中的这个家伙是用双腿行走的，所以他们认为或许这是只乌鸦之类的动物。但就在近日，我们在网络上又发现了一段这样类似的影片，影片来自雷尼的频道。这次的目击事件同样来自加州，具体地点在圣贝纳迪诺县的雷德兰兹地区。虽然这里的监视器只拍摄到了他很短暂的几秒钟时间，但这个家伙看上去似乎却跟上面这段影片中出现的这个生物非常的相似。这处房屋的主人告诉雷尼，他认为这并不像是鸟之类的动物，因为我们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它对体型似乎要比这类的动物大很多。那么你认为这个半夜出现的小家伙会是什么？ 10. 有时不仅仅只有超自然现象才能令我们感到恐惧，一些平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离奇事件可能同样可怕，就像是接下来你即将看到的这段影片那样。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看看你以前是否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ボタンでしょ。180億だって配ってんだ、しかも男の人に。わかる。リン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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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戻ったどうした在影片开始时，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人似乎正在谈论着某些令人大笑不已的事情。但就在此时，画面中的这个女孩就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那样，她的头部跟身体突然停止了移动，而她脸部的表情也像是被静止了那样。有不少观众发现，甚至是此时女孩手中的这杯水也都停止了摇晃，而这一切却把她的朋友们吓坏了，他们一直呼喊着她的名字。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一段的时间后，这位名叫妮卡的女孩才恢复了正常。这时她的脸上流露出一副尴尬的表情，
他似乎也察觉到了刚刚自己的这一状况。看过这段影片的不少观众都留言表示，他们也曾在生活中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而有这样状况的这些人看起来就像是正在发呆那样。但不同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人一般都在做着某件事情，而他们却突然停止了，看上去非常令人惊讶，甚至有些可怕。也有人说，这似乎是某种癫痫类疾病的表现，但是他们也不能确定。于是我们进行了相关的搜索后发现，妮卡很可能患有一种名为失神发作的精神类疾病。但不同的是，这种疾病在小孩子身上出现的病例比较多，而患有这种疾病的病人在发作时不会有任何先兆，而且一般还会伴有短暂的失忆跟双目凝视等表现。到底妮卡当时是否正处于这类情况中，我们不得而知。那么你在现实生活里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情？又或是你可能知道妮卡到底遭遇到了什么？リンカ戻ったどうしたびっくりしてみた。 Number 9. 众所周知，青蛙生命的开始始于像鱼儿一样在水中游动的蝌蚪，这似乎才是我们认为的这种生物通常的演变过程。但接下来影片中出现的这个生物可能会让你惊讶不已，因为它似乎违背了上述的这一演变过程。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分享者到底拍摄到了什么。在这段由 IG 用户 FrogsFam 分享的影片中，这种类似于逆向的演变过程着实让观众们困惑不已。在影片的开始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青蛙一样的生物，正用着一种奇怪的跳跃方式从马路上向着步行道的另一侧跳去。但就在它停止跳跃的同时，我们发现它突然又变成了一条类似蚯蚓一样的蠕虫。但当拍摄者走到它的附近，近距离观察这个生物时，我们发现这家伙根本就不是青蛙。可是从影片的开始部分来看，这个跳跃的小家伙的确像是一只青蛙。众所周知，似乎根本就没有哪一种类似于蚯蚓一样的生物可以像它那样跳跃。所以，你认为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Number 8. 瑞士山区悬浮的奇怪物体。2022年7月22日 ，Reddit 用户 Corian 跟他的几位朋友一起来到了瑞士伯恩州的坎德施泰格地区度假。这也是疫情爆发的这几年中，他们的第一次出国旅行，所以几人非常的高兴。但似乎这趟期待已久的旅行还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Okay, there is a floating. There's nothing under it. No. There's nothing. What? What the f? No. Is it dark? Yeah. Holy. Look at that. I'm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t is. Yeah, I have no clue. Brother. Floating man, and we have. Oh, it's in the clouds now. We're not sure what's up there. 当 Corian 跟他的几位朋友在发现这个奇怪的物体后，他们兴奋地拿出手机将它拍摄了下来。他们不知道那个家伙会是什么。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物体就只是一直悬停在这处山区的上空，看起来它似乎并没有移动过。从他们拍摄到的这几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物体已经在这里的上空停留了很长时间了。可是当第二天一早他们登上了巴士准备离开这里时， Corian 发现这个奇怪的家伙居然还在那里。 That's blue. No, you see where that? I see it. Oh, we're getting really much better now. It's looking a lot better, Crimson. Am I looking up or down or? I can't listen. My eyes lost it. Oh, there it is. Oh yeah. No, 在 Corian 第二天跟他的朋友拍摄到的这些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伙的颜色似乎呈银白色，而它的形状有些像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条状。这个奇怪的家伙不仅仅只有 Corian 跟他的朋友看到了，
在他们的影片下方，一位自称是来自当地的观众也同样拍摄到了一个相同的物体，时间是22日的下午3点左右。Yeah, it's totally still there. 对此，不少观众猜测，从这个家伙的颜色跟外形上看，似乎它更像是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但 Corian 却解释道，这里的山区夜间的风很大，如果它是个气球的话，早就被风吹走了，不会在第二天还被他们拍摄到。虽然当有不明物体出现时，气球无疑是一个不错的解释，但如果是一个泄了气的气球，还能在这处山区的高空中停留10几个小时，这一说法的确让人难以置信。Yeah, yeah. Holy look at that. I'm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t is. Number 7. 神秘的小精灵。现担任哥伦比亚某学校安保工作的桑托斯，在他的 FB 上分享了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这段影片是他任职的这所学校内的一处监视器所拍摄的。2018年2月的这天，桑托斯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监控室，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但就在他刚来到这里没多久后，他发现了这处球场内监视器的画面里似乎出现了些异常。起初，桑托斯只是以为这可能是一只从监控器前飞过的昆虫，但当他仔细观察时，却发现这个小家伙好像很难用昆虫来解释它。于是，桑托斯立即喊来了一旁的同事，而他的这位同事也对监视器前出现的这个小家伙感到疑惑不解，因为他们都曾见到过昆虫出现在监视器中的画面，但这个生物却跟他们以往见到的那些昆虫有所不同。看上去，它的身体就像是发着亮光那般，似乎它的外形更像是一个人形生物。对此，不少观众猜测，这可能是一只蚱蜢飞过监视器时的样子，因为角度的问题，所以看上去有些奇怪。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名叫萨伊氏斑胸牙龈的昆虫。可是经过我们搜索后，却发现这种昆虫也似乎只生活在北美这些地区。而我个人则比较喜欢这样一位观众的答案，他认为既然大家都不能准确地给出解答，那就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守护孩子们的小精灵。虽然他的这个答案听起来非常的童话，但还是希望在他的守护之下，这里的孩子们能够继续健康快乐的成长。Number 6. 生活中出现的真实 bug。2022年7月，一位名叫瑞秋的 IT 用户分享了这样一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奇怪事情。从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瑞秋正跟几位同事在这里忙碌着，准备着顾客们的午餐。但当他在切一些柠檬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So in this video, you can see me.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瑞秋将一个柠檬切成了2半，然后他又将另一半也切开，准备装进袋子里。Get a bag. Okay, I grab the bag. I go back for the lemon, and I grab the lemon, and I touch it, and I'm like, why is it not cut in half? 当他将柠檬装进袋子里后，却发现这半柠檬实际上并没有被切开。I grab this lemon, trying to see if I cut that one. I recut the lemon. 然后瑞秋不得不又重复了刚刚的这一操作。可以想象，当时困惑的瑞秋为什么要去检查监视器的录影，以证明当时他的确没有搞错。The lemon in half. 但从监控录像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当时瑞秋先将这个柠檬切成了2半，随后他又将另一半切开。但就在他用袋子将柠檬装起来后，却发现这一半柠檬竟然是完好的。Lemon, and I grab the lemon, and I touch it, and I'm like, why is it not cut in half? And my face, I'm like, what the fuck? So I'm like inspecting it. I take it out of the bag. I grab this lemon, trying to see if I cut that one. I recut the lemon. 那么，你是否在现实的生活中遇到过这类的事情？又或是你可能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接下来的这段影片开始之前，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Okay, I grab the bag. I go back for the lemon, and I grab the lemon, and I touch it, and I'm like, why is it not cut in half? And my face, I'm like, fuck. So I'm like inspecting it. I take it out of the bag. I grab this lemon, trying to see if I cut that one. I recut the lemon. Number 5.
停车场里奇怪的发现，这是一段来自 FB 上的影片，它最早是由一位名叫艾伦·巴尔维德的用户分享的。影片中显示了一个奇怪的物体出现在了这处的停车场内。起初，监控室内的一名安保人员猜测，可能是这台监视器出现了故障，因为这里刚经历过一场暴雨的洗礼，或许这台设备受到了损坏。而且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家伙移动得很快，所以他认为这不可能是人能做到的。但其他的同事却不这么认为。通过他们的对话内容，甚至可以听到一名女同事说，那家伙像是女巫，所以他们中没人愿意自告奋勇的去查看一下。或许很多人都在等待着这家伙快点从监视器画面中消失。Aquí se mete el camino del Astri y se viene aquí y da la vuelta aquí. Yo la estoy grabando. Lo acompaño. Vaya. Vea cómo está metido entre el carro, vea cómo se mete. 但在一段时间过后，这家伙似乎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最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2名安保员还是来到了这里。Camine 5 pasos al frente. Ya se dio vuelta. Siga, 5 pasos, siga. Ahora a la izquierda. De la vuelta, izquierda. De la vuelta. Hacia donde va Omar. Al puro frente de Omar. Siga Omar. No. A la espalda, Omar. A la espalda de Omar. Al frente a usted, Aguirre. No se dé vuelta, Aguirre. Al otro lado. Al frente suyo, Aguirre, del otro lado. Siga, frente. Ahí está. Ahí está. Omar, deténgase. Ahí donde está. Ahí donde está Omar. Ahora está en medio de los dos. Omar lo toca con la mano.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监控室内的同事正通过步话机告诉这2人那家伙的位置，但无论如何，停车场内的这2名安保员就是看不到他。No se borra. No, es que es el reflejo de la luz. No, porque baila. 但最奇怪的还并不是这些。当这段长达10几分钟的录影即将结束时，画面中显示这2名安保员来到了停车场内的另一处角落，随后这个光影也跟了过来。当它移动到路面上的一处积水坑的上方时，似乎我们还能通过水面的反光看到它的影子。对此你认为呢？这会是监视设备出现的故障，还是这处停车场内的确发生了些令人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在下面这段影片开始之前，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Cómo? Ese hijo de puta ya se lo voy a mandar. Number 4. 2016年6月，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影片出现在了各大媒体上。据这些媒体报道，这段影片拍摄自墨西哥蒙特雷的萨尔蒂约大教堂。在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耶稣雕像被安放在了教堂后方的十字架上。当这几名观光者在教堂内用相机随意的拍摄时，他们似乎记录到了一些令人惊讶不已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当我们将这段画面放大时，可以看到雕像的眼睛突然间张开了，而这一情况在持续了几秒钟后，他的眼睛再次恢复到了合上的状态。当这段影片在网络上出现之后，它不仅引起了众多网友们的议论，甚至是在宗教界同样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对此就有不少信众认为这是神迹的一种表现，他们纷纷来到教堂进行祈祷。当然，也有对此表示质疑的观众，他们怀疑这根本就是一段经过编辑过的影片。但最终，我们在 Yahoo 新闻的这篇报道中发现，在经过了20多名专业的分析师数周的分析后，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证明，这的确是一段真实的、没有被修改过的影片。不仅如此，在我们查阅关于这段影片的更多讯息时，还发现了这样一篇来自《每日邮报》的报道。这篇报道的内容是萨尔蒂约大教堂在2016年12月17日举行的游行期间发生的一件离奇的事情。当时就有一位民众拍摄到了这样一段雕像头部移动的影片。虽然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是同一座雕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同样都来自萨尔蒂约大教堂。
Number 3. 现在的小朋友普遍的都对一些电子产品感到好奇，而就跟接下来这篇报道中出现的这名小男孩那样，某天这个男孩趁自己母亲在做晚饭的时候，他又偷玩起了母亲的手机，但这次似乎跟以往不同。小男孩打开了母亲手机的拍摄功能，随便拍摄了一些很短暂的影片，这看起来好像也并没有什么。但就在这天晚上，当这位名叫特蕾莎的母亲无意中查看自己的手机时，却发现了这样一段诡异的影片，而这段影片就是当天下午自己儿子在偷玩他手机时拍摄的。之所以称之为诡异，是因为在自己小儿子拍摄的这段影片中出现了他早已去世的母亲，于是他赶紧叫醒了自己的大儿子询问，而他的大儿子却对此毫不知情。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特蕾莎发现的这段影片。从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他的小儿子在打开手机的拍摄功能后，一位老妇人出现在了画面中，而他就这样紧紧用自己的脸贴在小男孩的头上。如果我们对他并不知情的话，或许这将是一段让人感到温馨的影片。当这段诡异的灵异影片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时，引起了 GMA 电视台的注意，他们立即派出了一组记者对此进行调查。当时的调查记者还将特蕾莎小儿子拍摄的这段影片送到了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了检查，但似乎都没有发现异常，而影片也没有被修改的痕迹。而就在这时，特蕾莎也联系到了当地一位知名的灵媒，她试图搞清楚出现在影片中的这张脸是否真的是她离世1年多的母亲。在经过灵媒的帮助下，特蕾莎得知影片中出现的这位老妇人的确是自己的母亲。其实在此之前，特蕾莎就早有预感，因为即便是这位老妇人的脸只出现在了画面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她还是能清楚地分辨出来。只是特蕾莎接受不了所发生的这一切，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特蕾莎选择了继续为母亲祈祷，希望她的灵魂能早日去往天国。不仅如此，他们还来到了母亲的墓前进行了祭奠。而这段离奇的灵异事件也被 GMA 电视台改编成了短片，至今我们都可以在 GMA 的官网上看到。 Number 2. 提到2020年，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次疫情的大爆发。但在这一年，美国犹他州的圣胡安县还发现了这样一根神秘的金属柱。虽然当时政府为了防止当地的环境被前来的围观者破坏，他们并没有把这个东西的所在位置公布出来，但还是有人通过谷歌地图找到了它。2020年12月3日，有这样一篇奇怪的报道，再次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有这样3名年轻人在得知这个物体的具体位置后，他们驱车15个小时赶到了此地。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后，却发现这根奇怪的金属柱子已经消失不见了。此时地上只剩下一个三角形的深坑跟一块同样形状的金属片。感到有些沮丧的3人决定拍摄一段影片来提醒大家不要再像他们一样白跑一趟。虽然不少网友看到他们的这段影片后还是感觉有些失望，但更多的人则是在他们分享的这段影片里发现了这个躲藏在岩石裂缝中的奇怪生物。Ayo, guess who just drove 15 hours just to find out the monolith's not even here anymore? Ayo, guess who just drove 15 hours just to find out the monolith's not even here anymore? 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帕利斯岛上的灰袍人。帕利斯岛是位于南克罗来纳州一座面积只有 0.99 平方公里的海滩小镇，这里仅有几十户住家，总人口数也不过100人左右。而就是这个平静的小镇，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灰袍人的传说。每当飓风来袭前，这里的居民都会看到一个身披灰色斗篷的人物在这里的海滩上游荡，但却无人能看清他真实的面孔。根据史料记载，灰袍人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1822年，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几名渔民正在海滩上修理着他们的渔船，但就在此时，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路人向他们走来，并告诉他们赶快离开这里，因为很快他们将会受到一场飓风的袭击。几位渔民在商讨之后，他们并没有听取这名奇怪路人的劝解。他们认为，凭借自己多年来在海上捕鱼的经验推断，这里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什么大的灾难。而也就在这时，渔民们发现这个身穿灰袍的奇怪路人早已不见了踪影。但诡异的是，这几名渔民却没有一人还能记得他的样貌。次日凌晨，这里的居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到了飓风的袭击，而这也并不是当地居民唯一的一次目击到灰袍人的出现。据 NBC 电视台的这篇报道，早在1954年时，当地就曾有几名女士在海滩附近见到过这名穿着诡异的路人。随后在同年的10月5日，飓风黑兹尔便袭击了此地。而就在这场灾难过去了30几年以后的1989年9月，当年其中的一名目击者再一次的看到了他。10几天后，飓风雨果出现在了这里。当然，这次的飓风同样也给帕利斯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灰袍人最近的一次出现，则是在2018年的9月16日。这次不仅有当地的居民声称拍摄到了他，甚至是安装在这里的一座观光码头上的监视器，似乎还记录到了一段灰袍人出现时的画面。就在这台监视器拍摄到这段画面的几天之后，飓风佛罗伦斯便袭击了帕利斯岛。这次的飓风不仅仅只给这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包括整个克罗莱纳州、马里兰州、佛得角，甚至是美国的整个东岸都受到了它的波及。而关于灰袍人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说法，但被当地人广为流传的还是一段这样的故事。在很久以前，从事远洋捕鲸工作的年轻人查尔斯顿决定结束这份辛苦而又危险的工作，回到帕利斯岛。当时由于一场暴风雨即将来袭，他下船时，船长还让他带上了一件灰色的长雨衣，这样就算他在路上遇到了坏天气，也能借助它来躲避风雨。当船在靠岸后，查尔斯顿决定先去看望自己的未婚妻艾米丽，并告诉她自己已经攒下了一些钱，希望他们能尽快举行婚礼。但就在他行进至路途的一半时，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小雨。这时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查尔斯顿希望能赶快到达女友家，于是他选择了一条看似捷径却很难行走的道路。当他行进到帕利斯岛外的一处沼泽时，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查尔斯顿不小心陷入其中，从而不幸遇难。但在查尔斯顿遇难的很多天后，这里的人还一直不知道查尔斯顿早已在几天前就已经来到了这里。于是当地人在一番寻找后，他们在沼泽旁发现了船长送给他的这件灰色的雨衣。在查尔斯顿的未婚妻艾米丽得知他的死讯后，伤心不已。从此之后，他便变得郁郁寡欢，以泪洗面。有时候人们还能看到他独自一人自言自语地走在这里的海边。直到有一天，艾米丽突然像发疯了一样，挨家挨户地告诉这里的居民，让他们赶快离开这里。但当地人都以为此时的艾米丽早已经疯掉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人相信她所说的这一切。最终也只有艾米丽跟她的母亲离开了这里。而随后发生了什么，相信大家都能猜得到了。在这场飓风过后，岛上的一切几乎荡然无存。从此之后，当地的居民开始相信查尔斯顿的灵魂其实一直都未离开过这里，而他的出现则是提醒大家灾难即将来临。虽然关于他的故事还有很多个版本，但内容几乎也都相差无几。